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云州小囡，典型的长三角独生女，从小被养父母用金山银山和吴侬软语娇惯长大，养得嘴甜心硬，凡事讲究一个拎得清爽。回豪门第一天，贾千金把我的房间改成杂物间，还装可怜。姐姐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可以搬去阁楼的。这套别墅市值多少？大概2个亿。我点点头，直接给养父发消息：爸爸，这里住宿条件太糙了，麻烦你帮我把隔壁买下来吧。半小时后，隔壁业主、律师、中介一起进门，爸妈脸都绿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刚回来就要跟家里分开住？不分开住，难道跟你们挤在一栋楼里精神内耗？你有没有一点亲情？我把门禁卡往桌上一放，有啊，但我亲情过敏，偏心家庭得提前预约。贾千金哭着说我拜金。对呀，我们长三角独生女的家教就是爱自己，爱马内，少爱没用的人。我叫苏念安，在桐城长大。我养父母把我宠得很讲究，主打一个富养身心。5岁时，我在幼儿园被小男孩抢了蝴蝶结，我没哭，回家写了3页投诉信。第2天，他妈妈带着新蝴蝶结来给我道歉。8岁时，邻居老太太说我是没人要的小孩，养母拎着一盒蟹粉月饼上门，笑得温温柔柔。阿姨，嘴巴不干净没关系，律师函会教会你说话。20岁时，顾家找上门，说我才是他们当年被抱错的亲生女儿。苏小姐，顾先生和顾太太希望您尽快回家。回家？他家在这里。我的意思是，回亲生父母身边。他们家饭好吃吗？不好吃我不去，我们长三角女孩胃口娇，吃不得一点亏。养父叹了口气，把一张黑卡塞进我包里，又塞了几份文件。这是房产证复印件，这是你的信托受益证明，这是我们家法务顾问电话。爸爸在这里。去了以后，啥人让你不舒服，侬就打电话，爸爸不怕麻烦。奶奶，别人家如果不暖和，就早点回来。我们苏家的小孩不需要求谁爱。放心，我就去看看他们亲情质量怎么样。如果做事不清爽、不合格，我当场退货。车开出桐城老巷时，养母站在门口冲我挥手。我想，就算顾家金山银山，也买不到我这20年的底气。2个小时后，车停在顾家别墅门口，管家替我拉开车门。我看着眼前欧式大喷泉和金灿灿的罗马柱，沉默了3秒。你们家装修师傅是不是跟翡冷蓝宫有仇？我拎着包走进去，还没进客厅，就听见一道细细柔柔的哭声。爸妈，姐姐回来后，我是不是就该走了？客厅里坐着4个人，我亲爸妈和我亲哥，还有那个被顾家养了20年的贾千金顾瑶。姐姐，你好。他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这么平静。念安，你回来了就好，但有些话妈妈要先说清楚。瑶瑶虽然不是我们亲生的，可她也是我们疼了20年的女儿。可以理解。所以你不要一回来就想着争什么位置，顾家不会亏待你，但你也不能欺负瑶瑶。明白。你最好是真的明白，瑶瑶身体不好，受不了刺激。哥，你别这么说姐姐，她刚回来心里难受也是应该的。如果姐姐想要我的房间，我可以搬去阁楼。你住哪间？2楼朝南那间，那原本应该是姐姐的房间。姐姐，我只是怕你介意。妹妹，你这么会提前替别人介意，在桐城可以园林当导游，游客还没问，你先把路线安排好。顾言之脸色一沉，你说话一定要这么夹枪带棒。没有啊，我只是个长三角独生女，凡事讲究个拎得清爽。你们非要在我面前演琼瑶剧，我听不懂，你可以慢一点演。念安，你刚回来，别闹得大家不愉快。毕竟来之前我就知道，顾家不是来接女儿的，是来接一个能够被他们安排的位置。只可惜我没那么配合。
管家带我去看房间，顾瑶一路跟着，推开一扇小门，灰尘扑面而来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里还没收拾好，要不我今晚搬出来，你住我房间吧。这就是你们给亲生女儿准备的房间。管家脸色为难，先生太太说，先暂时。我抬手打断他，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。怎么，还要发朋友圈卖惨？不，我发给我妈，让她看看豪门民宿差评素材。念安，你不要小题大做，房间可以让人收拾。瑶瑶已经很委屈了，你别再逼她。顾太太，我还一句话没说，你们全家已经替我安排好罪名了，挺有效率的，就是没什么脑子。苏念安，声音不用这么大，我听力很好。我就是亲情过敏，听不了偏心，看不得糊涂。晚饭时，顾家准备了一桌菜，看起来很贵，也很冷。我也不介意自己夹了一筷子鱼，鱼肉入口，我沉默了。吃不惯。姐姐应该更习惯家常菜吧？这道松子桂鱼是私厨做的，可能太精致了。不是精致，是难吃。念安，私厨做了10几年，从来没人说难吃。那是你们太善良。鱼炸老了，酱汁太甜，酸味浮在表面，像一段失败的亲情关系，表面热闹，实际寡淡。你一个在外面长大的，懂什么？我在长三角长大，不是在山洞长大。你对外面的认知，是不是只有2种？你顾家和荒野求生。够了！一顿饭而已，你非要闹？顾先生，是你们把我接回来的，接回来不给房间，不给尊重，吃饭还要我夸难吃的菜好吃。你们顾家的认亲流程，是不是外包给 PUA 培训班了？做事一点儿都不体面。姐姐，你是不是因为讨厌我，所以连家里的饭都讨厌？你不要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，菜难吃是厨师的问题，你戏多是你的问题，这是2件事。苏念安，你向瑶瑶道歉。不好意思，我们长三角独女的作息很严格，晚上9点后不处理低质量情绪纠纷。你还有，明天开始我的餐食我自己安排，费用我出，你们不必费心，也别用这种水平的饭菜考验我的家教。你以为顾家缺你这点钱？不缺最好，我也怕你们蹭饭。小姐，这是你最喜欢的燕窝。苏小姐，这个也挺补的。为什么她是燕窝，我是银耳？佣人一愣，随即笑了笑。瑶瑶小姐身体不好，太太特意吩咐的。念安，你如果想吃，明天也给你准备。你叫什么？刘妈。刘妈，你在顾家工作几年？12年。那挺好。麻烦把你的劳动合同、薪资明细、采购报销记录发我一份。刘妈脸色变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想看看你这种按亲疏分配食物的服务水平，配不配拿12年工资。念安，刘妈是家里老人，老人就更要体面，体面人账要清爽，你说呢？姐姐，你不要为难刘妈了，她平时照顾我很辛苦。哦，那我更要查了，毕竟她辛苦照顾的是你，花的是顾家的钱，亏的是我的继承名额。顾言之差点被水呛到，顾母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你怎么张口闭口都是钱？因为你们目前除了钱，还没让我看见别的价值。第2天早上，我的江南早餐准时送到顾家。送餐的阿姨穿着干净的白衬衫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小姐，太太说您昨晚肯定没吃好，今天先垫垫，午餐她让师傅过来做。”刚回来就摆这么大宅场，你是真把顾家当酒店了？酒店还会问客人住的舒不舒服？你们家不如酒店。苏念安，你这样让外人进进出出，像什么样子？像一个被富养长大的正常人，不委屈自己。
你养父母平时就这么惯着你？是啊，所以我情绪稳定，身体健康，不会靠眼泪博存在感。你别又针对瑶瑶。吃完早餐，我准备去2楼拿包，门口多了一只行李箱，里面是几件廉价换洗衣服。苏小姐，您的东西我都放好了。太太说您先住这里，等过几天再安排。谁让你碰我行李的？我帮您收拾还不领情？笑你业务能力不行，翻人行李前不知道避开监控死角吗？姐姐，你别吓刘妈了，她只是好心帮你收拾，好心翻我文件。苏念安，你一天不找事会死。那你看看，她翻的是什么？不言之，不耐烦地打开，下一秒她脸色僵住，里面是律师授权书、资产清单，还有一份顾家别墅相邻地块的购买意向书。顾父顾母听见动静赶来，既然顾家没有合适的房间，我昨晚已经让我爸爸联系隔壁业主了。隔壁？那套别墅比你们家清爽一点，装修也没这么浮夸，我准备买下来自己住。胡闹！你刚回顾家就搬出去，外人会怎么看我们？那你们把亲生女儿塞杂物间，外人又该怎么看？姐姐，你是不是还是怪我占了你的房间？我真的可以搬。你住你的，我买我的。我们长三角小孩解决矛盾，一般不抢，直接买。说的轻巧，你知道隔壁多少钱吗？我还没回答，门铃响了。管家匆匆进来，脸色古怪。先生，隔壁业主来了，还有中介和律师。顾父脸色一变，客厅门被推开，一行人走了进来。为首的女人穿着墨绿色旗袍，气质温柔，却压得住场。她看都没看顾家人，只走到我面前。奶奶，昨晚睡得好不好？不好，有悔。养母眼底笑意淡了几分。你是？养母转身，轻轻把一份文件放到桌上。我是念安的妈妈。苏太太，孩子既然已经回了顾家，你们这样插手，不太合适吧？顾先生，合不合适先放一边。你们顾氏下季度到期的3笔债务，其中最大一笔债权人是我。所以今天我不只是来接女儿，也是来看看你们顾家还有没有还钱的诚意。你说什么？顾氏3年前资金周转困难，通过中间机构摘下了2笔钱，后来又拿部分股权质押换取供应链垫资。顾先生不会以为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？顾父的脸色比昨晚那盘失败的松子桂鱼还难看。爸，公司不是一直很稳吗？苏太太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没有误会，误会的是你们是以为念安离开顾家无处可去。我坐在旁边喝茶，心情很平静。我早就知道养父母有钱，但他们平时太低调。养父穿拖鞋收租，养母穿旗袍做点心，谁看都像普通江南富裕人家。直到我18岁生日，他们送了我一整本资产清单。我们家到底有多少钱？不多，够你不看人脸色。顾瑶站在楼梯口，脸色苍白，眼睛里全是慌乱。他大概没想到，他一直看不起的养女出身，背后不是泥地，而是一整条长三角资产链。顾富强撑着体面，苏太太，债务归债务，家事归家事。当然，所以我今天也不多说，只问一句：你们打算怎么安置我的女儿？顾母嘴唇动了动，顾瑶忽然哭着跑下来。苏阿姨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占姐姐的房间，我现在就搬走。瑶瑶，顾瑶，你这招昨晚用过了，重复表演，观众会疲劳。姐姐，我只是想让你消气。我没生气，我只是觉得你业务能力一般，真想卖惨，至少避开监控，别昨晚刚跟刘妈商量怎么翻我行李，今天就演无辜。
顾瑶脸色骤变。什么？我把手机递给他，屏幕里是走廊监控。顾瑶低声吩咐刘妈：“她那个文件袋你帮我看看，最好拍下来。她一个养女，怎么可能真有钱？肯定是装的。万一被发现呢？发现就说你帮她收拾，反正爸妈和哥哥都会信我。”瑶瑶，你不是的，妈，我只是害怕姐姐讨厌我，我没有恶意。没有恶意，只是饿得比较自然。我会让法务重新评估顾氏偿付能力。苏太太，顾先生，不用这么紧张，我不是来为难你们的。我只是来告诉你们，我女儿不是没人撑腰。我当天就搬去了隔壁。顾家别墅和我新买的别墅只隔一道花墙，但体验完全不同。顾家那边每天上演豪门伦理剧，我这边每天准时送鲜花、换香薰、下午茶，还有现烤蝴蝶酥。顾言之第一次敲我门时，我正在院子里晒太阳。苏念安，爸让你回家吃饭。哪个家？顾家。哦，不去。菜单发我看看，难吃不去。你怎么这么难请？我又不是你们家欠款客户，不用配合你们还款计划。昨晚的事，我不知道瑶瑶会那样。你不知道，是因为你不想知道。人长了眼睛不用，可以捐给路灯，至少还能照亮别人。我以前对你态度不好，对不起。道歉收到了，原谅排队。那你能不能先帮我个忙？学校那边有人拿顾家的事笑话瑶瑶，也笑话我。你不是顾家大少爷吗？那人是校董的儿子，叫宋明远，他一直看我不顺眼。走吧，我们长三角小孩可以内斗，但不能让外人看笑话，丢脸要关起门来丢，懂？那瑶瑶呢？我看向顾家那边2楼的窗户，顾瑶正站在那里看我们，脸色复杂。叫上他，查归查，但现在还姓顾，外人欺负他，就是看不起我的认亲售后。下午我们3个人一起去了学校，宋明远正带着几个同学在操场边笑。哟，真假千金都来了。顾元之，你家挺热闹啊。听说你妹妹是假的，你亲妹又不认你们家。顾瑶低着头，脸色发白。顾言之攥紧拳头，却不敢发作。你就是宋明远？你谁？顾家刚找回来的那个真千金。哦，那个养女啊，怎么回豪门没住上房间，住隔壁去了？是啊，隔壁我买了。你要不要也努力一下，争取毕业前靠自己买个车位？另外，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录下来了，涉及侮辱、造谣、侵犯名誉权。我家律师比较闲，正好可以陪你们玩。你吓唬谁？我爸是校董。巧了，我杨妈刚给学校捐了一栋实验楼，名字还没定，要不叫宋明远法治教育楼？真的假的？假的，但律师是真的，录音是真的，你嘴欠也是真的。你有病吧？我把录音发给律师，长三角小孩不骂人，我们直接让成年人出面结账。宋明远的父亲当晚就给顾父打了电话，不是兴师问罪，是赔礼道歉。顾父挂完电话，看我的眼神变得很复杂。念安，给你的冰美式，你不是喜欢吗？我喜欢热拿铁，半糖燕麦奶。你这功课做的跟你做人一样，方向错了还挺努力。我重新买。姐姐，昨天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你以后别动不动眼睛进水，比什么都强。我以后尽量，不是尽量，是必须。你想在顾家待着可以，但别把我当敌人，
我不争你那点宠爱，我要真想争，你连参赛资格都没有。你为什么不讨厌我？讨厌啊，但讨厌不等于我要把人生浪费在你身上。你又不是同城园林，需要我买票进去慢慢逛。顾瑶被我噎的眼泪硬生生憋回去了，顾言之在旁边忍笑，立刻正色。你说的对，你最近很奇怪。我就是觉得你比我想象中靠谱。别夸，夸我也不帮你写检讨。你怎么知道？宋明远昨天被律师函吓哭，肯定反咬你们。学校让你写情况说明，对吧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因为我有脑子。你也可以试着长一个。晚上回顾家吃饭，姐姐，这个你尝尝，我监督厨师少放糖了。热拿铁也买了，半糖，燕麦奶。娘，公司下周有个供应链会议，你有空来听听吗？孩子刚回来，你就让他管公司？我就是问问。可以，按小时收费。姐，你真是一点亏都不吃。我们江南小娘温柔归温柔，算盘不能丢。顾母生日宴上，宴会办得很大，顾母挽着我的手，认真向所有人介绍。这是我的女儿顾念安。顾瑶站在旁边，我没事，姐。不错，情绪管理有进步，谢谢夸奖。正说着，一个珠光宝气的女人走过来，姐姐，这就是你找回来的亲女儿啊？长得是不错，就是听说养在外面，规矩怕是差点儿。婉清，别乱说。您哪位？我是你小姨林婉清。哦，刚才那句话是见面礼吗？挺寒碜的。小姑娘嘴倒是利，我听说你养父母条件不错，既然这样，你回了顾家，是不是也该帮帮亲戚？你表弟最近创业，缺点启动资金，不多，800万。多少？800万而已。你爸妈家大业大，你养父母也有钱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别太计较。他以前也这么借。什么叫借？一家人的事儿，谈钱多伤感情。借钱可以，先签合同，利息按市场价，抵押物拿出来，逾期还不上走诉讼。你要是嫌麻烦，也可以不借。你要真缺钱，可以去银行，银行不借，说明你不配。顾家借，说明顾家以前不清醒。姐姐，你就看着他这么羞辱我？婉清，念安说的对，以前借你的钱，你也该还了。一共3620万，我让财务整理明细，你要是不还，我们就按合同处理。你们疯了！小姨，亲情归亲情，账归账，做人要清爽。对，别拿亲戚当提款机。完了，长三角边界感开始传舌了。宴会结束后，顾母拉着我在花园坐了很久。念安，以前妈妈总觉得一家人忍一忍就过去了，可后来我发现，我越忍，别人越觉得理所当然。现在明白也不晚。那你呢？你还愿意认我这个妈妈吗？顾太太，亲情不是认领手续，不能签字当天生效，但可以试用。试用期表现好，可以转正。故事真正出事是在1个月后，供应链突然断货，几个大客户同时提出解约，银行又催着还款，顾言之急得团团转。爸，公司怎么会这样？顾父揉着眉心，有人在背后搞我们。不是有人，
是内鬼。顾父猛地抬头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把几份采购合同摊开，这3份合同价格虚高，供货周期异常，收款账户最后都转到同一家壳公司。壳公司的法人和刘妈的侄子有关。刘妈？顾瑶脸色发白，她前几天还跟我说，姐姐迟早会害顾家。她说反了，她是顾家的蛀虫，我是来做除虫服务的。我马上报警。别急，光报警没意思，蛀虫后面还有人。顾言之愣住，还有人？我看向顾瑶，她下意识后退一步。姐姐，你看我干什么？我真的没有。不是你，但对方利用了你。顾瑶一愣，我把手机递给她，里面是林婉清和刘妈的聊天记录。林婉清一直在煽动刘妈偷顾家的合同信息，又借顾瑶的名义接触客户，说顾家内部争产严重，公司迟早不稳。顾瑶看完脸色惨白，他用我的名义，你以前太爱装柔弱，大家都觉得你委屈，所以他借你的名义卖惨，可信度很高。顾瑶嘴唇发抖，我看他快哭了，立刻说憋回去。他硬生生把眼泪憋住。顾言之在旁边小声说：“瑶瑶进步很大。”谢谢哥。我继续翻资料。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报警，走法律程序；第二，先稳住客户，把林婉清和背后那家竞争公司调出来。顾父看着我：“你有办法？”有，但我收费。顾母连忙说：“收，必须收。”亲兄妹明算账，姐不吃亏，顾家才有救。我看着他们，忍不住笑了。行，孺子可教。接下来3天，我把顾氏几个关键客户约到同城，不是在酒店，也不是在会议室，而是在我养母的私房菜馆。客户原本是来谈解约的，吃完一顿饭，态度软了一半。几位老板，顾氏确实有管理问题，但供应链不会断，因为他们现在用的上游渠道有一半在我这边。顾父震惊地看向他，养父冲我眨了眨眼。我低头喝茶。顾父终于明白，为什么我养母当初说自己是最大债权人时那么淡定。苏家不是突然插手顾家，苏家早就在顾氏最关键的地方。林婉清以为他能趁顾家得乱咬下一块肉，却不知道他咬的是我养父母的地盘。林婉清约了竞争公司负责人在会所见面。顾家现在乱成一锅粥，那个真千金再厉害，也不过是个小姑娘。包厢门被推开，我走进去，身后跟着律师顾父、顾母、顾言之和顾瑶。小姨，饭可以乱吃，合同不能乱偷。你这局结账吧。林婉清最终被送进去调查，刘妈也因为侵占财物和泄露商业信息被立案。顾氏危机解除后，顾父第一次认真跟我道歉。那天他坐在书房里，背影有些佝偻。念安，爸爸以前错了，我总觉得把你接回来，给你钱，给你身份就算补偿，可我忘了，你最不缺的就是这些。我缺的是你们在第一天就把我当女儿，而不是当一个需要被安置的麻烦。念安，对不起，以前我总觉得瑶瑶柔弱，所以先护着她，后来才发现，你不是不委屈，只是不让委屈控制你。姐，我也对不起你，我以前害怕你回来抢走一切，所以一直演可怜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你根本不屑抢，你拥有的爱，比我装出来的多多了。我看着他们一个个排队忏悔，叹了口气。你们顾家道歉也搞团购吗？行了，过去的账慢慢算，以后的日子也慢慢看。亲情不是一次道歉就能补齐，但你们愿意学，我可以考虑继续教。学，爸爸一定学。
妈妈也学。我已经学会热拿铁、半糖燕麦奶了。我学会不哭了。我看他一眼，他立刻补充：至少大部分时候不哭。后来顾家的画风彻底变了，亲戚再来借钱，姑母会温温柔柔地拿出合同。可以呀，利息和抵押先谈清爽。姑父开会时有高管打太极，他会皱眉说：不要精神内耗，讲数据。顾言之被人阴阳怪气，第一反应不是发火，而是录音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妹律师团最近比较闲。顾瑶最离谱，她从以前的柔弱小白花进化成了茶味边界感大师。我姐自己有房有钱有律师，顾家这点破位置她看不上。我现在主打一个跟姐混，少走20年弯路。故事稳定下来，姑父提出要把我正式写进继承规划，可以，但加一条。什么？顾家所有重大决策先过审计，再谈亲情。顾父沉默3秒，点头，合理。念安，周末你养父母是不是要来？我想跟你妈妈学做桂花蜜藕。你不是不爱下厨？顾母有些不好意思。想学。你喜欢吃？那一瞬间，我心里某个很硬的地方轻轻松了一下。周末养父母来了顾家，把顾父顾母紧张得像参加面试，两家人坐在一张桌上吃饭。谢谢你们把念安养得这么好。他本来就好，我们只是没让他受委屈。我低头吃了一口蜜藕，甜得刚刚好。顾母忽然夹了一块给我。念安，尝尝这个，是我跟你妈妈学的。我尝了一口，有点太甜，藕也不够糯，但我看着他期待的眼神，还是点了点头，还行，下次少放点糖。顾母眼睛一下亮了，顾言之在旁边小声说：妈，念安说还行，就是很高评价。对，他没说难吃，就是爱。你们现在解读我倒是很熟练。主要是跟你学会了，做人要清爽，爱要说，账要算，委屈不能留到明天。顾瑶举杯，敬我姐，江南小孬，专制不清爽。也敬苏先生、苏太太，感谢你们给了念安最好的家教。我们家教很简单，就一句话：我家暖暖不跪着要爱。顾家的事告一段落后，我原以为能消停几天。顾瑶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，我养母送她的桂花蜜藕，配文苏妈妈亲手做的，甜到心里了。她刚要走，又被我叫住。等等，你那条朋友圈屏蔽林婉清那边的人了吗？顾瑶脸色一变，没有。我拿起手机，那完了，等着，10分钟内必有人作妖。果然，8分钟不到，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我手机。请问是苏念安小姐吗？我是林婉清的儿子周怀之。顾瑶在旁边听到这个名字，整个人一僵。我按了免提。你好，找我什么事？我妈的事儿，我不怪你，她确实做得不干净。但我听说你做事很清爽，所以想跟你谈笔生意。说说看。我手里有一份顾氏早年的账目，我妈留的底，内容嘛不算太好。如果流出去，顾氏刚稳下来的股价可能又要晃一晃。我语气不变。你想卖给我？不，送给你。条件只有一个，让我进顾氏供应链部门。我不争权，就想学点东西。姐，他肯定憋着坏。林婉清的儿子能是什么好人？你以前也是这么评价我的。顾瑶噎住。
去把顾延忠和爸妈叫来，开个会。顾家全家坐在我的客厅里，顾母给每个人倒了茶。周怀之那小子，我在学校见过几次，看着斯斯文文的，但眼神很沉。他跟他妈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他妈蠢在明处，他可能蠢在暗处，也可能根本不蠢。你最近确实长了点脑子。你夸人能不能别带刺？不能，我语言系统就这么配置的。顾父打断我们。李安，你觉得怎么办？那份账目会不会有问题？账目肯定有问题，但问题不在顾氏，在林婉清自己。她当年经手的那些合同，有多少是干净的？顾先生，你敢不敢赌一把？你说。明天约周怀之正式见面，让他带着账目来，我让苏家的审计团队当场核查。如果账目是真的，且与林婉清案有关，我们直接移交检方。如果他造假，那更好办，敲诈勒索的罪名他自己背。可他手里万一真有什么对顾氏不利的东西呢？你忘了，3个月前顾氏所有历史账目已经重新审计过一遍，审计方是我养母的团队，有问题早报了。所以你不怕？怕什么？我们长三角做生意的，最讲究的就是账目清爽，不清爽的人才怕别人翻旧账。姐，你是说周怀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顺便把亲妈再踩实一点？敬我妹专业的坑人能力，这叫正规商业手段，确实挺坑的。你们再乱说，我收费翻倍。苏小姐，久仰，你比传闻中更有气场。你比传闻中更像好人。会谈开始后，周怀之把一份牛皮纸袋推到我面前。这就是那份账目，你可以先看。我没接，示意审计师上前。对方接过文件，开始翻阅。会议室里安静了将近20分钟。周怀之一直保持着从容的微笑，甚至主动给顾父续了茶。20分钟后，审计师合上文件夹，冲我点了点头。你妈留的这份账目是假的。周怀之的笑容凝住了。不可能，这是他从顾氏财务部偷出来的原件。原件不假，但内容被人改过。你妈可能不懂，财务造假的手法分2种，一种是改数字，一种是改日期。她选了前一种，但忘了把对应的原始凭证一起处理掉。顾氏3年前跟一家叫恒昌的供应商签过合同，总金额800多万。你手里这份账目上写的是已支付，但实际上恒昌当年因为资质问题被终止了合作，款项根本没打出去。你妈把这笔钱做了个假账，自己吃掉了。然后她告诉你这是顾氏的黑账，你拿着它来找我，以为能拿捏顾家，但你没查过原始凭证，也没想过你妈会骗你。周怀之沉默了很久，最后他摘下眼镜，捏了捏鼻梁。他跟我说，这是顾家偷税漏税的证据。你信了？她是我妈。姐，她好像真的不知道。苏小姐，这件事我不会再追究，账目我带走，顾氏的供应链我也不想了。他站起来要走。等一下，你妈的事儿已经移交司法了。这份假账虽然是假的，但上面的指纹、笔记还有恒昌那笔钱的流向，可以补充一份证据。你愿意交吗？周怀之的表情很复杂。你是在给我机会？不是给机会，
是做人的清爽。你妈犯法是她的问题，你被她骗是另一回事。如果你选择包庇，那你跟你妈一样不清爽。如果你选择交出来，至少证明你还能分清对错。小周，你妈的事不会牵连到你，只要你没参与。周怀之攥着牛皮纸袋的指节发白，最终他把文件重新放回桌上。交。他转身离开时，顾瑶忽然追出去2步。周怀之，你以后别轻易信别人了，哪怕是亲妈。周怀之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走了。瑶瑶，你现在说话怎么有点像我妹了？我在跟姐学，做人清爽，演也要清爽。行了，收工。今天这场谈的还行，周怀之不算蠢，只是被亲妈坑了。念安，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账目有问题？不确定，但有8成把握，剩下2成嘛，赌一下也不亏。反正输了有你们兜底。夫妇表情复杂。你倒是算得清楚。亲爹明算账嘛。周怀之的事过去1周后，顾家的气氛肉眼可见的松弛了，但我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变闲。姐，今天有个同学找我借钱，我该不该借？让他写借条。写了。不借。写得好。不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能开口找你借，说明他身边的人已经借遍了。你是最后一站，风险最高。顾言之路过，看见这一幕，表情复杂。瑶瑶，你现在像在上班？我就是在上班。姐这是我的私人 MBA 导师，课时费是2盒蜜藕，再加1盒肉月饼。成交。顾言之在旁边坐下，犹豫了半天才开口：念安，我有个事想问你。说。你觉得我毕业之后是直接进顾氏，还是先在外面干几年？这个问题比顾瑶的借钱问题有分量。你觉得你自己现在进顾氏能干什么？好像什么都不能干。那你问什么？你以前在顾氏实习过3个月，做了什么？端茶送水，整理文件。整理文件的时候，你看过几份合同？没仔细看。那你进顾氏，你连自家公司挣钱的门道都说不清，进去就是当吉祥物。那怎么办？去外面找工作，别跟你爸说你是谁，找个正经岗位干2年，做得好，回来有底气；做不好，回来也有教训。念安说的对，言之，你不缺平台，缺的是摔打。行，我去找工作，明天开始投简历。他走到门口又回头。念安，谢了。不用谢，学费记在顾瑶账上。凭什么记我账上？你占了我20年的宠爱名额，利息还没还完。念安，周末有空吗？妈妈想请苏太太过来喝下午茶，我新学了一道点心。哪道？莲香酥。难吃我走。妈妈练了7遍了。周末下午，养母准时到了顾家。酥片层数够了，但油温稍微高了点，下次低10度。我下次注意。苏先生，上次说的那个联合供应链的事儿，我这边已经让法务把合同拟好了，
不急，你们公司刚稳下来，步子迈太大，容易扯着。你说的对。姐，你最爱吃的梨，切片还是切块？切片去核，还泡了盐水防氧化。你功课做得越来越好了。毕竟我是你唯一的亲传弟子。楠楠，最近开心吗？还行，家不内耗，人不犯贱，钱够花，饭好吃。你这评价标准倒是始终如一。那当然，同城人嘛，讲究一个清清爽爽。念安，谢谢。谢什么？谢谢你愿意留下来，也谢谢你愿意教我们。顾太太，你这话说的像我要走似的。我不走，我买了隔壁的别墅，又签了顾氏的顾问合同，还收了顾瑶当学生。我这叫深度绑定，走不了了。妈，你别哭，姐说她冷血，见不得人哭。谁说的？我见得了，只是你哭了，我还得哄，哄人按小时收费。顾瑶赶紧把眼泪憋回去，养母在旁边笑得肩膀都在抖。临走时，养父拍拍我肩膀：“楠楠，你现在有2个家了。”那你的意思是，压岁钱也翻倍？翻，必须翻！我走出顾家大门时，回头看了一眼，不像翡冷宫了，像个家。妈，桂花蜜藕下次你做吧，顾太太做的还是有点甜。好，明天送来，顺便带2盒肉月饼。顾瑶那个馋鬼念叨好几天了。行，楠楠，你现在怎么开始替别人讨吃的了？我想，这大概就是清爽人生的收尾方式吧。不用撕心裂肺，不用你死我活，该讲的话讲清楚，该算的账算清楚，该爱的人爱清楚。至于我还是那个江南小南，嘴甜，心硬，账清爽，不内耗。谁爱我，我加倍；谁让我不舒服，我转身。人生嘛，清清爽爽最好。